今天来到 Token Club 直播间的呢，是我们一个大名鼎鼎的项目 NEO 的创始人张征文先生。大家听到 NEO 这个项目呢，肯定想到的首先是达叔，但是不知道这背后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天才，他的名字叫张征文。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征文先生，他是 NEO 的创始人兼核心开发者， DBFT 共识机制作者，区块链技术和计算机安全专家， CISA 信息系统审计师，曾任职盛大火币，从事信息安全和数字货币研发。下面我们就连线张征文先生。好的，已经发送邀请。好的，已经发送邀请了。能听到我声音吗？不知道张征文先生已经有收到了，看到了。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张征文，是 NEO 的创始人和核心开发者。能听到。那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家的这个直播间。好的，我们知道您是一直比较低调的，很少出现。对，这个我确实是第一次做那个，就是来到直播间，然后化身了一个主播，然后做直播这样的事情。然后，那我其实今天到这里的话，我想首先向大家就是针对近期，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近期针对 NEO 这个项目的话，有很多媒体的文章，然后那个针对 NEO 啊，还有发出一些评论啊什么的。那我想先针对这些事情的话做出一些回应。其实是这样，就是现在你们这些币圈媒体啊，就是总喜欢弄个大新闻，说 NEO 不够去中心化，然后什么 NEO 的团队都跑到了什么本体团队去了啊，然后就那个把我批判一番。这个你们啊还是拿义务。那这个当然以上的话都是开玩笑的。那我觉得吧，就是这些媒体还是不要整天就是针对这些项目去搞个大新闻啊什么的。那总结下来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对 NEO 的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是集中在2点。第一个是我看到有人说 Token Club 不是媒体，我没有说 Token Club， 我是说一些媒体文章。那总结下来的话就是2点，一个是说 NEO 不够去中心化。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 NEO 我觉得现在是存在的，但是去中心化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去看。一个是NEO 的技术开发是去中心化。那 NEO 的技术开发现在是非常去中心化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开发流程，那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 GitHub 上面去提交一些针对 NEO 的改进提案，然后会有整个技术社区去针对这些提案去讨论，然后讨论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对你这个提案提供一些反馈的建议啊或者意见啊，然后最后大家又会投票，然后投出来说你这个提案哪些是被接受的，哪些是被就是否决的，然后最后那些被接受的提案呢，它就会有一个详细的设计文档，然后每一个开发者，任何一个开发者都可以根据这个设计去做出一个实现，或者做出很多种不同的实现，这都可以。然后我们会有几个核心开发者去对你提交的这个代码进行审核，主要是看你这个代码里面有没有什么 bug， 还有实现的对不对，然后就会把它合并到我们的代码库里面去。所以我们在 NEO 的在技术开发上是非常的去中心化的。那第二个层次是说我们的 NEO 的共识节点是不是去中心化。那这个的话我必须坦率的说，之前 NEO 一共有7个共识节点，它都是由 NEO 基金会来管理的，但是我们已经在开启了针对共识节点的去中心化的进程。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就是通过投票选出了一个新的外部的记账节点，新的外部的共识节点，它是由我们的一个技术社区叫做 COZ 这样一个团体，它来负责运营的。
那我们今年是有计划说，在今年下半年会有至少3个共识节点是由我们整个NIO社区中的其他人去运营的这样一个计划。那到了明年的话，我们会开放完整的共识节点的投票和选举。那这是一个我们今年下半年和到明年的一个就是针对共识节点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在共识节点这个层面上，我们很快也会开启去中心化的这个进程。那最后一个层次的话，就是说NIO的代币的去中心化。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NIO基金会它是管理的就是整个NIO上面是一共有1亿个那个NIO的代币，然后其中50%的话是用于早期项目的融资，然后剩下的50%是由NIO基金会代为管理，然后用于我们NIO的生态建设还有开发等等。那么所以说这里面就存在一个中心化的问题，就是 NIO 基金会它在项目的早期会持有50%的项目代币，那这个东西它怎么去中心化呢？那这个问题最后就归结为 NIO 基金会怎么去把这笔钱花掉。那钱肯定是要花在生态建设上面的。那归根总结下来的话是有3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的话是 NIO 基金会会为 NIO 的核心开发者支付工资，因为 NIO 的核心开发者他需要在 NIO 的技术社区中提交他们的提案，提交他们的想法，然后提供他们的代码等等。那这些肯定是需要发放工资的，那这是第一个用途。第二个用途是 NIO 的技术社区，那 NIO 基金会会向 NIO 生态上面的各个技术社区提供经费，提供活动经费，包括做一些活动啊、开发啊、那些项目啊等等。那我们现在 NIO 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技术社区分布在全球各个地方，有什么 COZ 啊、NEAR 啊，还有 NIO Research 啊，那他们的发展都会需要经费，那 NIO 基金会也会把那50%的代币中的一部分去分给他们。那他们拿到这笔经费之后呢，就会去为NIO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什么区块浏览器啊、钱包啊等等，这些他们都会去开发，还有编译器。那他们会给他们的开发者去发工资，也会去购买一些服务啊等等，什么服务器啊这些东西。那最后一项的话，就是我们会向 NIO 生态中的一些项目去提供一些投资，这是 NGT 的工作，也就是 NIO 生态上任何的优质的项目，那我们会进行评估，然后给它提供一些投资。好，那这就是我们 NIO 基金会它会怎么去管理这50%的代币。那等到这50%的代币慢慢的都花费出去之后，那代币的这个去中心化也就完成了。那这个是针对第一个大家比较广泛质疑的问题，就是 NIO 的去中心化的一个问题。那另一个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说 NIO 的团队在移师到那个就是本体这样一个项目里面去。那这个的话我可以说是无稽之谈，非常扯淡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可能说是大家对之前就是一个公司叫做分布科技这样一个公司的一个误解，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说 NIO 是分布科技开发的，然后是分布科技这样一个公司去那个创造的这样NIO这样一个项目，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然后只不过是说那个我和达叔2个人既是NIO的创始人，同时也创立了分布科技这样一家公司。然后那这2个项目的话拥有相同的创始人，但确确实实是2个不同的项目，并且是2个不同的团队，而且这2个团队的话从一开始就是各自独立的成员，然后独立的去招新的人，并没有发生过说有人从NIO这边退出了，然后去又跑到分部去任职了，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说这边的话我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那 NIO 是一个社区项目，它的开发还有整个过程都是社区，都是由技术社区去完成的，它不是一个公司化的管理模式。而 Ontology 就本体的话，它是一个公司项目，它的背后的开发人员是分布科技的员工，然后它的整个开发过程是公司化去管理。所以说这彻头彻尾是2个
不一样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去混为一谈。所以我也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方面的谣言在那个外界去传播了。然后我和达叔虽然也都是分部科技的创始人，也都是分部的一个股东，但是我们对本体这个项目的决策和开发都没有去参与进去。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算我和达叔这2个人也是属于 NEO 这边的一个团队的，那他不会属于本体的那个团队。那最后的话就是 NEO 和 Ontology 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说明。那这虽然是2个不同的项目，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关系。那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合作关系。那么，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种说法说本体是不是 NEO 的一个竞争者，他们是不是竞争关系？那我想说的是，其实不单单是 NEO 和本体，那任何一个公有链之间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这样一种竞争关系。但是 NEO 和本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会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NEO 的方向是成为一个通用的一个基础链，它带有数字资产数字化，包括智能合约，它最终的愿景是服务于智能经济。而本体的话，它更倾向于是专注于身份认证还有信任体系的建设等等这个方向。所以这2者其实是可以互补的，所以我们之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补的关系，那也就减少了竞争。最后的话，我们是会希望，因为这2个团队拥有同样的创始人，所以说他们这2个项目之间是可以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的。那合作关系就体现在我们会共同的去发展 NEO Contract， 就是 NEO 智能合约以及 NEO VM 虚拟机这样一个社区。那基于这样一个社区的话，未来我们可以发展出非常有意思的跨链的智能合约这样一套东西出来，那这就非常好。然后，那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从今天包括到明天也会在那个 Reddit 上面做一个 AMA 的一个问答，也欢迎大家去关注。那么讲了这么多，针对最近有些媒体针对我们就是 NEO 这样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评论，那我做出了一些回应。但是下面的话，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NEO 下一步的计划。其实很简单，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下一步的计划就是 NEO 3.0。我想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了，就是有 NEO 3.0这么一回事。那我们确实现在也确实是在做相关的计划、相关的设计。那首先要确定的一点就是什么是 NEO 3.0。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要从我们最初的这个想法去介绍。那大家都知道 NEO 最早的其实不叫 NEO 最早的时候是叫小蚁。那小蚁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小蚁我们最初给它的定位是一个服务于资产数字化这样一个场景的底层区块链平台。所以我们在小蚁里面设计了很多的接口，包括什么资产注册、资产登记啊，还有那个数字证书啊等等。那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为那个资产数字化去服务的。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如果说仅仅是去做资产数字化这个场景的话，可能不能非常好的去发挥区块链的技术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仅仅解决了这个资产从物理世界进入到数字世界这样一个问题，那也就是所谓资产从链外进入到链内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它最终的话缺乏了怎么样让资产在数字世界里面有效传递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最后把小蚁这样一个体系把它扩大了，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智能合约体系。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但可以做到就是资产的数字化，同时还使数字资产具备了可编程化的一个特点。那这样的话，我们 NEO 的这个愿景就变成了服务于智能经济这样一个愿景。那所以说我们最后也做了一个品牌重组，就是把品牌从小蚁变成了 NEO。那如果说把小蚁看成是 1.0 的话，那么我们服务于智能经济的 NEO 就是属于 2.0。
那什么是服务于智能经济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资产从物理世界带进到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去，然后再利用智能合约来对数字资产进行编程，使得基于区块链的经济协作变得更加智能化和去中心化。那我们知道比特币就是区块链技术，其实最早是来源于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它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就是它做了一件以前从来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和另外一个人想要做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一个点对点的支付的话，之前是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要做点对点支付的话，只有2种方法。第一个是说我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红包或者网银转账，那通过一个第三方中介去做一个支付，这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不想通过这些中介的话，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我线下和那个人见面，然后通过现金去做一个点对点的支付，那这也行。但是如果我既不想通过中介，又不想在线下去见面通过现金去支付，而还是希望在互联网上进行一个点对点支付的话，那怎么办？在比特币之前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实现这个事情。但是到了09年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之后，那我们通过比特币这样一个点对点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系统，就可以做到一个支付了。那这是一件以前从来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说比特币还有区块链确实是非常的伟大。那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这件事情本质就是比特币包括区块链技术，它消除了在支付甚至其他环节里面的一个中介这样一个角色。那我们知道中介的它的运行过程是需要消耗成本的。支付宝它那么大的市值实际上是有支撑的，对不对？它作为一个中介，它拥有那么大的市值，它在里面是收取了很多的费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活动在现有的互联网下面是有大量的中介成本在里面。而有了区块链之后，我们如果可以通过区块链把这个中介去掉的话，那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那所以我推断的话，未来我们人类的大量的经济活动可能都会在区块链上面去进行。而 NEO 的愿景就是去服务于这样一种智能经济，就是为了让人们可以更好的更加智能化的在区块链上去进行各种经济的活动和协作。那这就是我们 NEO 2.0 所希望达成的一个愿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正式来谈一下 3.0。 因为什么我们要去，既然有了 2.0 这样一个宏伟的愿景之后，为什么我们要去做 3.0 呢？那是因为现在的 NEO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承担起服务于智能经济这样一个重任。为什么不行？因为我想说的是，不但 NEO 不行，现有的任何的这个区块链系统它目前为止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在区块链上面去运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比如说支付宝、微信还有淘宝这些东西，你能在区块链上去运行吗？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去运行这些大规模的商业应用的话，你至少要实现3个非常基础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链必须要非常高的稳定性。那这些商业应用它如果你不稳定的话，动不动就挂掉了，那肯定是不行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 TPS， 也就是说我每秒可以处理的业务数量。如果说你每秒只能处理个几笔交易、几十笔交易，甚至几百笔交易，那肯定是不行的。我支付宝可能每秒就要处理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在双11的时候几十万笔交易都是有可能的。那现在的区块链系统能不能做到呢？肯定是做不到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区块链能不能去存储海量的大数据。比如说微博，我们每天发多少条微博，如果都把它存到区块链上，把大家的硬盘是不是都爆掉了？那所以说基于这些条件的话，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区块链是可以做到满足运行大规模商业应用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如果连这都做不到的话，你怎么去服务智能经济？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NEO 3.0？ 就是为了去能够更好的去完善我们 NEO 的一个基础设施，使得 NEO 可以真正的去运行大规模商业应用，然后使得这些应用可以在区块链上真正的落地，然后服务于智能经济这样一个使命。那除了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之外， NEO 3.0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改进。比如说我们会在投票机制上做出更加优化的一些机制，提出一些更加好的机制，包括经济模型的修改以及价格模型的修改。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使用区块链去运行一些智能合约啊，去部署啊，可能价格会比较贵。那我们这次的话就会把价格模型调整，使得大家在部署和运行智能合约的过程中，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使用我们的区块链，去使用 NEO。那最后的话，我们会对整个就是智能合约的体系进行一个改进，包括网络协议也会有一个优化，然后一些 bug 的修复等等，这些都会包含在我们现在 NEO 3.0中的一个计划当中去。然后，那这些的话只是我当前提出的一些针对 NEO 3.0的一些想法。那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NEO 它是一个技术社区。那社区的话，最后这些提案，包括我提出的一些想法，能不能去实施，也是由整个社区大家共同去思考、共同去讨论，然后投票，然后去决定。然后社区它也会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脑洞大开，然后想出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很多有意思的特性，把它加到我们的 3.0 的提案里面去。最后我们整个社区讨论出来之后说，这些提案都很好，然后都去实现起来，那最后就成了我们的 NEO 3.0。然后现有的一些想法，然后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一些进展和一些计划。那现在的话，在我们 GitHub 上其实已经提出了大量的提案，目前社区的话也是在积极的讨论当中。然后这个的话，大家如果想要跟进的话，想要追踪这个进度的话，可以在就是 NEO 的 GitHub 上面去看，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那个讨论，那大家都可以参与进去。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融合到 NEO 的这个大的这个代码里面去，大家就都成为了 NEO 这个项目的一个贡献者。另一点的话是一个时间周期，就是 NEO 3.0 它可能会是一个开发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项目，也就是可能大概需要1到2年这样一个开发的周期。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采用一个迭代的开发模式，也就是很多功能它会在被开发出来，然后测试完之后就会被合并到现在我们 2.0 的代码库里面去，然后就会上线。所以我们 2.0 的代码它也不会停滞，它是和 3.0 的这个代码是同步的。然后等到我们把所有的功能全都开发完之后，最后啪 3.0 就出来了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提意见，参与到我们这个 3.0 的这个开发当中去。那这就是以上我针对近期一个大家对 NEO 的一些评论，以及 NEO 最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和未来 NEO 3.0 的一些计划所做出的一些汇报。那接下来的话，可以请主持人还有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点击提问就可以提，现在就可以提问。到最后的时候，我再请张正文先生然后一一作答。现在是我们可能要问张先生几个问题。首先非常感谢张正文先生选 Token Club 做第一次的直播首秀。然后呢，我们是说 NEO 的代码更新不给力，我觉得现在更新的这个可能是不太公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想象当中，可能觉得大家所有的区块链的项目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公司，然后去公司里面有一堆员工，然后整天就在那边写代码，然后啪啪啪啪啪 GitHub 上面就有好多的这个更新就更新上去了。那其实 NEO 的开发过程跟这种公司化的开发模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就是把所有的代码全都集中在一起的这种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NEO 它的社区的话会有很多很多小的集团，然后就是可能你看到的这个代码并不在那个 NGD 的这个代码库下，不在 NEO Project 的那个代码库下面。可比如说 COZ 它有好20-30个这个代码库，然后他们每天会有自己的代码更新，那这些代码更新最后也是回归到 NEO 整个社区整个项目里面去。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是 NEO 这个项目它是非常分散的，它的代码是非常分散的。
你如果只盯着其中某一个项目代码库去看的话，说这个代码库的更新非常频繁，然后就说整个 Neo 整个项目它的代码更新不利，这是不公平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现阶段我们确实大量的精力，整个社区的大量精力都是在设计和思考 Neo 3.0未来的方向，以及它需要包含哪些新的特性，它的一些新的功能是怎么去实现等等这样一个东西里面去。所以说我们在 2.0 的这个升级更新上面去会有一定的放缓，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停止或者说去更新不利，因为你知道任何一个项目它要做出一个重大升级的时候，它肯定需要先做好非常完善的设计和思考，然后再去动手去开发。你一上来无脑啪一下就啪啪啪代码写了一堆，然后大家一看说你这个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你这不就白写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说外界说质疑 Neo 代码更新不利这样一个回应。明白。我觉得张先生已经给出了非常有力的回答。然后是第二个问题是 NEO 相比于 ETH 还有 EOS，如果说是和以太坊还有 EOS 去比的话，我想没有什么优势呢？我想公有链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其实想法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大家的目标其实都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大家都是在奔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大规模商业应用这样一个终极目标去努力。那最后谁才能够第一个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我当然肯定会说是 Neo 可能会第一个去实现。那这边的话 ，Neo 相比于以太坊，它会有什么优势呢？那我觉得会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 Neo 的架构设计，它会更加合理一些。然后，因为我们在设计 Neo 的时候，充分考虑了整个项目的一个低耦合和可扩展性。那低耦合这件事情就体现在我们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以及运行智能合约的虚拟机这些东西，包括共识机制啊等等，都是解耦的，它们都是模块化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完成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智能合约体系，包括运行智能合约的虚拟机，它可以移植到其他的区块链上面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本体，本体现在使用的就是 Neo Contract、Neo VM 这套东西。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链就可以共同的去打造同一个智能合约的生态。那未来的话，甚至可以做到就是智能合约的跨链执行、跨链部署。那这就是我们在架构设计上的更合理之处。如果是以太坊的话，可能它就做不到这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 Neo 相对于以太坊，它的 TPS 会更高一些。现在的话 ，Neo 的 TPS 大约是1000左右，然后那以太坊的话，可能就远远达不到。那这个的话也是由于架构设计的关系。那因为以太坊它使用了 POW 这样一种共识机制，那就意味着它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 TPS 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 Neo 的话，离 BFT 的共识机制可以做到非常高。那现在的话，1000的共识机制，1000的这个 TPS， 那未来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些优化，包括一些改进的话，可能会达到更高，那就可以真正的去实现服务于大规模商业应用这样一个愿景。那最后的话是针对于开发者的，就是 Neo 的话，我们也刚才说了，就是它可扩展性非常高。那也就是说，我们对开发者的话，我们这扩展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多种高级语言，比如说 C# 或者 Java、Python、Go 这些语言，包括 JavaScript。那开发者他使用这些自己熟悉的开发语言的话，就可以直接在 Neo 上面去编写智能合约。那我们知道，一个完全不懂区块链的开发者，他如果想要去做区块链的应用的话，他需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是学习一个能够编写智能合约的高级语言，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学习区块链。那这2个都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那如果我一个开发者去以太坊上开发项目的话，可能我需要非常长的学习周期。但是在 Neo 上面，
现有的开发者他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就可以去开发智能合约了，所以前一步的那个学习成本已经省略掉了，所以他只要去熟悉一些区块链的一些知识就可以了，所以开发者的门槛会降得非常低，这也是我们去吸引一些就是圈外的一些开发者到我们区块链上去开发智能合约、开发一些分布式应用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吸引一些项目去落地在 NEO 这个链上，那最后也就会形成我们 NEO 一个生态上的一个优势。那这是以上我所说的是 NEO 和以太坊相比的一个优势。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NEO 和 EOS 去相比，它会具有哪些优势呢？首先就是 NEO 的 TPS 它并不比现在 EOS 更差一些，这是一个不比它差，但也不存在优势的一个地方。那我相信未来大家任何一个公有链想要服务于大规模商业应用的话，它的 TPS 上肯定是需要去发展。那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很简单，我们起步更早一些，我们 NEO 主网很早就上线了，而 EOS 刚刚主网才上线，现在还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和开发环境，而 EOS 还在不断的去建设当中，那起步更早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健壮的技术社区，包括 COZ 啊、NEAR 啊，还有 NEO Research 啊，那这些技术社区在世界各个地方生根发芽，最后会不断的为 NEO 去做出贡献。而 EOS 的话，它要去从头去建设这些技术社区，还需要大量的时间。那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投入时间、精力，包括经费到这些技术社区上面去。那未来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开发者，他想要参与到 NEO 的一个技术生态里面去，他就可以在当地找到自己的组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规模的发展一个技术社区这样一件事情。好，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景，大规模的发展技术社区。对，然后是还想问，像是现在是各个国家的公链都在发展迅猛，不要说 ETH、US，面对竞争，我其实觉得现在确实有一些竞争，之前还没有这种感觉，但现在确实有感觉到，包括那个以太坊啊、EOS， 包括还有现在新出来的一些链，那竞争确实很激烈。但是你说要如何应对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去应对，因为如果你要去应对某一些对手，而专门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而又最后使得自己偏离了原本想要走的这个道路的话，那我感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服务于智能经济，去服务于大规模商业应用。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所设计的一些计划，我们所走的路也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继续朝着这条路往下走，脚踏实地的走。我相信，只要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努力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那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定了一个目标，就是2020年之前我们要做到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公有链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只要沿着自己原本设计好的路去走，然后凭借着我们健壮的这个基础社区，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率先去实现这个目标。明白。不会说因为竞争对手去干什么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了，是吗？好，我再问你一下，那NEO接下来NEO 的技术规划其实从近期来讲的话，一个比较中期的一个技术规划，就是我刚才讲的 NEO 3.0。然后整个 NEO 3.0的规划的话，我是提出了一部分，当然最后还是要由整个技术社区去共同决定。然后我目前主要提出的就是 NEO 3.0。然后可能整个技术社区它自己也会，因为你知道，我虽然作为就是 NEO 的创始人，但是我始终认为就是 NEO 是一个大社区，而创始人只不过是一个吉祥物。那作为一个吉祥物的话，可能他在这个社区里面作为这个角色可能并没有什么用。那最后的话，
我其实并不是作为一个创始人去为 Neo 去作为贡献，而是和大家一样，就是跟整个技术社区的其他人一样，作为一个贡献者来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我作为贡献者的话，我会提出自己的想法，会提出自己的这个方案，就是 Neo 3.0，包括刚才巴拉巴拉我讲了一堆的这些东西。那包括未来我们也会有一些更加长期的一些规划，一些亮点，就是 Neo FS， 也就是我们的分布式存储，还有 Neo ID 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一个数字身份这样一套系统，还有 Neo X， 也就是跨链资产交换以及跨链智能合约这样一套系统。那这些都是我们 Neo 技术上面的一些亮点，我们也会在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中把它逐步的加到我们 Neo 整个技术堆上面去。好。明白了。3.0只是中期，还有长期的更长远的规划。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 Neo 团队的问题，就是外界一直质疑 Neo 的项目不够公开，给人一种其实挺公开的呀，没有觉得不公开啊。Neo 的社区发展。首先就是 Neo 它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技术社区，然后它的成员的话会分散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然后我会介绍一下一些比较，因为你知道，既然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社区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团体，因为大家不可能全是一盘散沙，大家都会凝聚成一些小的团体，然后这些团体包括一些个人，他们最终就会组成我们整个技术社区里面去。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叫做 Neo 基金会，就 Neo Foundation，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说了。那 Neo 基金会的话，它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那这些代币的话，最后会被用于 Neo 的生态建设和开发当中去。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团体。然后第二个团体的话，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 Neo 基金会它的作用是要去就是做 Neo 生态的建设。那但是它其实本身它并不做具体的事情，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负责花钱，把基金会里面的这笔钱花出去。那最后花出去怎么花呢？就会有一个，他会出资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NGD Neo Global Development 这样一个公司。最后这个公司就会去做具体的事务。那这个具体的做什么事务，我一会儿会讲。我先会介绍后面的一些内容。另外一个实体叫做 NGC Neo Global Capital， 它是一个投资机构。因为你知道 Neo 基金会它虽然有一大笔钱，就是5000万的 Neo 这笔钱，但是它也是有限的，最后用于生态建设的这笔钱会不断的花到最后就花完了。那花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是不是基金会就解散了，Neo 这个项目就关掉了？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持续的能够赚钱的一个手段，这就是 NGC 去做的事情。它会为 Neo 生态中的一些项目去提供投资，然后投资了之后就会有投资回报。那有了投资回报就会有收入，这些收入会反馈到 Neo 基金会里面去。所以这样一来，有了 NGC 之后， Neo 基金会就有了持续的营收能力，最后就可以持续的为整个 Neo 生态去提供经费。这是 NGC 的作用。那除了这些特别的团体之外，还有很多的技术社区，刚才我多次提到的 COZ、NEL、Neo Research， 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是自发形成的，然后由 Neo Foundation 来提供经费，然后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治理模型，然后自己的花钱的方法，那这个我们就不管了，他们自己的钱自己去花，然后包括给他们自己的开发者发放工资啊，包括去购买服务器啊等等。那这是那个一个技术社区的一个组成。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些生态伙伴，比如说 Red4Sec 是一个区块链领域的一个安全厂商，它会给很多的 Neo 生态里面的项目啊，还有 DApp 啊，一些应用啊，去做一些安全审计，包括一些那个安全审计啊，找一些漏洞啊等等。那这是跟我们关系非常紧密的一个生态伙伴，可以说。还有一些游戏平台的生态伙伴，像什么黑猫游戏平台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他们会做一些基于 Neo 的一些游戏引擎，包括把什么那个，把一些开源的一些就是传统游戏行业里面的一些游戏引擎，把它改成一个适用于区块链的，可以直接部署到 Neo 链上的一个游戏引擎。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我们手机上常用的那个发引擎，我名字也忘了。那也是用 C# 去做的。那很多腾讯的游戏啊，包括很多其他大厂商的游戏啊，都是用那个引擎去做的。那我们很多生态伙伴就会去做这些事情。那最后的话 ，Neo 里面还会有一些核心开发者。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核心开发者，但是肯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有很多的核心开发者。好，这就是以上这些就是整个 Neo 的一个社区组成啊。对，这边那个评论里面有人说了是 Unity， 对，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就是用 Unity 做的一个 Neo 游戏平台上面的一个引擎，这样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把所有的一个 Unity 的一个游戏直接就移植到 Neo 上面来，就非常方便啊，很有意思。好，那么刚才我跳过去的一个东西就是 NGD 的作用，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很多 Neo 的一个技术社区，Neo 的一个技术社区。那么理论上是不是就是 Neo 基金会只要把就是把经费发放给 Neo 的技术社区，然后让他们去干活就可以了呢？其实理论上也是这样，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技术社区就是这么玩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很多技术社区他是不愿意做的，比如说，因为什么不愿意做呢？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没有收益。比如说写文档，你说我辛辛苦苦写了一堆文档，写了一个几万字的文档，大家看着都很开心，但是最后我能得到什么收入吗？什么收益吗？肯定是得不到的。但是这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谁来做呢？肯定得有人来做，那最后就落到了 NGD 的头上。所以我们就是开办 NGD 这样一个公司也是非常有用的，包括一些基础设施 SDK 啊、API 啊这些东西的开发都是需要 NGD 去完成的。好，以上就是说那个 Neo 的一些情况啊，一些团队的社区的组成啊，这一个回答。明白了 NGC。大家应该已经听清楚了。如果还有疑问呢，可以在留言区提问，一会儿再请张先生给大家回答。我们再接着问一些，就是可能下面的问题，持有Neo 代币的用户可能会比较关心了，就是 Neo 市场表现的问题。今年的整体市场就是处在熊市嘛，市场表现不佳 ，Neo 也是从3月9号的$100后一直处于跌跌不休的状态。这个问题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Neo 首先 Neo 从来没有做过，然后未来也不会去做所谓的市值管理。为什么呢？因为这和我们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 Neo 它是一个技术社区，它的愿景是服务于智能经济，它没有必要去做什么市值管理，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想做的，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至于你刚才说的会不会继续跌这个问题，我想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了。虽然我自己也持有一些 Neo，也不多，大概100来万个吧。然后，但是我自己从来不关心价格，也很少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从来不炒币。我在刚接触比特币的时候，可能不买得起，但是我不炒币。是自己也不炒币的，只做技术。我没有听清。那您会买比特币？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在那个原来我最早的时候是做安全行业，就是在那个安全行业里面做信息安全的工作，然后包括曾经在盛大游戏也任职过，也是做信息安全。那在我在盛大游戏任职的时候就接触了比特币，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接触比特币，所以我会去购买一些比特币，但是我本身是不炒币。
大多数都拿着。是。那您当初买的比特币一直拿着了吗？那您还是能13年大概当时第一次下旬吧，13年那个下旬，那个时候我记得比特币的价格好像是2300、2400左右吧。对，我现在还有一些比特币。那时候您就一直拿到现在了。好，那我再接着问关于NEO 的NEO 市场的问题。就是所以NEO 团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 NEO 是一个社区，本身这个社区也会做很多活动啊，比如说那个 NEO 在全世界都会做一些见面会啊，也办了很多开发大赛啊、黑客松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也蛮多啊，也没有说很少见到 NEO 的身影。然后在国内也办了活动啊。但是我本人肯定，至少我本人是不太会愿意去参加一些和技术无关的一些活动。是。那您能够就是现在是因为 NEO 快出3.0版本，其实主要是才开始做了一些宣传，针对近期就是大家可能针对 NEO 的一些关注比较多吧，然后会有一些疑问，然后疑问也会堆积起来。那我觉得如果我能够作为一个吉祥物出来给大家，就是针对这些疑问做些解答的话，可能也会就是让大家更加放心、更加满意一些。您不是一个简单的吉祥物，我知道NEO早期的代码都是您一手写的，所以您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吉祥物了。那我现在想问一个关于 NEO Game 的问题。NEO Game，Neo Game 确实，但 Neo Game 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刚才很多都介绍了国外的技术社区，其实我们国内的技术社区也很厉害，就是 NEL。然后就是 Neo Game 的话，就是一个从我们国内技术社区这边发起的一个区块链游戏大赛的一个品牌。那目前的话，也已经吸引到了非常多的传统游戏的开发者，去基于 Neo 来开发区块链游戏。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传统的游戏平台和游戏引擎来跟就是 Neo Game 来合作，比如说什么 Laya 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记不清楚。那我前几天也听说有一款游戏叫做《疯狂决斗士》，它是基于 Neo 的，然后现在已经完成了预售，然后马上开始封测了。那我相信未来的话，基于 Neo 的区块链游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可能都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提高。然后，但现在这个 Neo 的这个 Neo Game 这样一个大赛的话，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去更多的关注啊、参与啊等等。没有，Unity 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游戏引擎。那我们基于我们有一个社区，它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基于这个开源的项目去做一些修改，然后来使得所有其他基于 Unity 的一个游戏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 Neo 的区块链上去。那这也是我听说的一个项目。那我也没有去过多的去关注它，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 Neo 整个社区非常庞大，然后它里面很多成员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知道。那NEO这个社区究竟是有多么庞大？这个很难去统计吧，我估计几千人吧。是有多少人在这个社区？有几千人。对它，但它不一定是就是对 Neo 的核心代码的一个贡献。
就是整个 Neo 生态里面做开发的至少就有几千人了。是，对，应该是在国内来说，绝对是中国项目里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社区了，对吧？还有就是，还有想问您关于您个人的问题，就是上一次一姐来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您看了没有？那个一姐说她平时工作很忙，所以兴趣爱好什么的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那么我猜您平时也是忙着兴趣爱好的话，那您现在我小时候比较爱打游戏，但是工作忙了之后，可能游戏玩的就比较少。然后我平时会关注一些物理学的一些东西，就我是一个物理爱好者，就比较喜欢物理学。然后游戏的话也对，我大学也有计算机，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大学专业是是选物理。计算机吗？还是数学、物理？对，嗯嗯您是个人爱好，那就是您刚才说到您非常的喜欢玩游戏，我喜欢的游戏那您可以说一说也挺多的，您喜欢的游戏，以及什么最终给大家幻想啊，推荐什么一款或几款游戏。我比较喜欢的最终幻想系列。然后向大家推荐的话，我可以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款很有意思的游戏。这是一款2001年发布在 PS2 平台上面的一款游戏。可以说是很古老，因为2001年的话，可以说连区块链比特币都还没有诞生。那为什么我要去推荐一款这么古老的游戏呢？因为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 ICO。没错，就是现在非常非常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 ICO，但是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它，并不是在区块链领域，而是在2001年在 PS2 平台上面发行了一款有动作游戏，叫做 ICO。那正是因为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所以我是在这边向大家推荐这款游戏。那这个游戏的话，它其实很简单，它就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说有一个小男孩叫做 ICO，然后他的头上长了2个角，就长了一对角。那村子里面的人就认为这个小男孩很怪异，然后是一种诅咒，是一种不祥的象征，所以就要把他送到一个魔女的城堡里面去献祭。那把他把他送到那个城堡里面去，然后他到了这个城堡里面去呢，就被关在一个容器里，然后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地震。地震了之后，那个容器就碎了，他就逃了出来。那他想，反正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就在这个城堡里面逛一逛。然后逛着逛着，他就遇到了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一个女孩，那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然后他想，既然我发现了一个小姑娘，那我就带着她一起逃吧，就逃离这个城堡。那所以说，这个游戏整个过程的话，就是男主角带着女主角从一个城堡里面往外逃的一个故事，就是突破重重关卡。那么，这个游戏的制作人上田文人，他对这个游戏的话赋予了很多的，那个象征意义。比如说，他把这个城堡其实就比作了人的内心，这是一个非常阴暗的一个城堡，那就比作了人的内心。然后，整个游戏里面，这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内心中最纯洁的一个东西。就是内心中最纯洁的部分，然后主角其实是带着自己内心最纯洁的部分从这个城堡里面逃出去，然后那个魔女身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就是象征着内心世界的一个阴暗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阴暗的部分在不断的想要夺取你内心最纯洁的东西，然后他会派出很多的黑影去攻击你，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象征，就是我们的主角他的体力是无限的，也就是你被黑影再怎么打也是打不死。
但是如果那个小女孩被夺走的话，那游戏就结束，你就死了。所以说这里面就象征着说，你内心的这些黑暗是没有办法杀死你的，但是如果你内心最纯洁的东西被夺走的话，那你这个人就完蛋，就死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上篇文人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或者说是一个隐含的意义。那我今天向大家推荐这款游戏的话，其实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朋友们在玩 ICO 这个游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自己内心最纯洁的东西，就是千万不要丢掉自己内心最纯洁的这个东西。谢谢。明白了，没想到您不仅会讲技术，而且讲一款游这个戏像讲一个故事一样，还讲得这么好。而且它的隐含的这个含义也非常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今天觉得在这个直播里面去推荐这款游戏非常合适，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可以说是 PSQ 上面的一款神作，它被复刻到了 PS3、PS4 上面，所以大家现在还是可以玩到这款游戏。已经过去了20年了。这个你猜对了，这个你确实是猜对了。我在从事区块链行业之前，一直是从事安全行业，然后在从事安全行业之前，我一直想做的是游戏行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到盛大游戏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原因。然后，那这边我也给大家埋个伏笔，之后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项目，然后也会和NIO有关系。的科幻类的一个网游，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网游，但是它会有很多地方和区块链有关系，比如说它的经济系统会和区块链是打通，然后它的游戏物品、它的游戏的道具啊、货币啊等等，可能都会在区块链上是可以流转，可以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的。然后，但是它的游戏的本质，它的游戏的一些核心的逻辑，包括游戏的乐趣，都是跟传统的网游是相同的。明白了。那您以后，我觉得，如果您做NIO，空余的时间是不是也会看很多关于游戏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去支持哪一家？现在 New Game 就是一个品牌嘛，就是我们 NIO想要对整个游戏行业，基于区块链的一个游戏行业的一个帮助，一个扶持。那在 New Game 这个平台下面的话，会有一支基金，然后这基金也会去投很多的基于区块链的游戏项目。那这是一个对区块链游戏行业这样一个支持。然后包括我本人也会参与到一些游戏当中去。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就是科幻题材的一个太空题材的一个科幻网游的一个项目当中去。明白了。真的是，明白了您的初心，可能是您的心里面还有一个白色的小女孩，虽然您没有说出来，但是通过您这么多的技术的表达，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对，您是一个坚持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虽然您不想谈一下您自己的什么世界观呀、价值观、人生观这些东西，但是您一串的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你有团队的一种怎么说呢？没有，就扯些没用的，我感觉就没什么意义。去拉盘多谈技术怎么样的，而是坚持。对。我能看出来您确实是坚持做实事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看了直播的大家应该也会对NIO非常有信心。可能大家币圈里边都会说什么价值币、垃圾币啊，但我相信NIO是绝对的是一个靠得住的团队，对不对？是的，非常感谢张正文先生今天的直播。
我们一会儿就到这里结束了，已经有很多工作，已经估计确实有很张多工作，正文先生但不一定是写还代码或者要继续开会，去可能会有一些写代码，其他的还是去一些技开会呢？术社区的交流啊等等，会有些工作。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浪费自己的宝贵的时间来。好的，好的，那就辛苦您了，辛苦您今天来。有一些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主持人来挑吧，大家然后反正时间也不多了，就挑一个。再问一下您。我挑。这个我们有定制的题。好像没有。有人说张总身上的衣服蛮好看的。EUS 还能涨。张总有没有女朋友？估计是有了吧。游戏肯定不会占据我非常多的精力。游戏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 Neo 上。是主打的方向。对，因为我对于游戏非常感兴趣，我也会参与一些东西，但不会是我的主要精力。对。会。那您以后就是还有人问，现在您还会参与写代码吗？对，还会的。首先，你有做 DAPP 方面的打算吗？这个问题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 Neo 它本身是个社区，然后它里面自然会冒出一堆 DAPP， 它没有办法去主动做。那可能你问的问题可能是说 NGD 或者我个人会不会去做一些 DAPP， 那这个是不会的。好，明白了。今天看来大家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有一些就先不问了。好，谢谢大家。大家非常热情，但是估计张先生一会儿还有很多事情呢。